你明明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漫画家，但你画的漫画却引来全世界警局的关注，网友们更是纷纷要你主动自首，甚至还要让国家严查你祖上18代。而你原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穿越过来后也没有获得什么金手指，这个世界和你前世也大致相同。不过你还是发现了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这里的人们对异常生物的事情并不了解。你前世看过许多盗墓探险的故事和电影，外加上你有些绘画天赋，于是就当起了漫画家。可是你画的东西过于小众，所以没啥名气，也没赚到钱。就在今天你准备摆烂的时候，却遭到几个粉丝疯狂艾特，让你去自首。这下给你整懵逼了，赶紧起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江教授带领一个小队在南陵进行古墓发掘，为了向世人更好的宣传考古专业，所以他这次以直播的形式进行考古工作。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地下墓道的尽头。挡在前路的是一座青铜门，上面刻着一个帝王背影，背影之下魑魅魍魉跪伏在地，帝王高举天子剑进行祭祀大典。看到这里，直播间的一位网友突然表示，这个画面他在一本漫画上见过。随后就有人说，兄弟，你说的不会是那个叫秦风的漫画家吧？一来二去，你的漫画就被网友给扒了出来。这一看不要紧，简直和直播画面一模一样，于是你就被网友认定成了盗墓贼，并纷纷要求你去自首。这让你难受的一批，我特么一个扑街漫画仔，怎么就成盗墓贼了？你赶忙出来解释。兄弟姐妹们，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一个漫画家怎么可能去盗墓？巧合，肯定是一个巧合。而且你们也知道我画的后面有啥？打扑鬼虫，这名字可是我自己取的。那玩意咱们这个世界上有人见到过吗？没见到过对吧？而且帝王墓穴封闭的那么好，要是有打扑鬼虫在里面，他们吃什么？还不早就死了？这个世界上的巧合太多了，偶尔有那么一两样像的，有啥好奇怪的？所以我不可能是盗墓贼。看到正主出现直播间弹幕，疑惑声终于大于确定的声音，你长吁一口气。这时随着帝王墓的考古继续，直播间热度开始不断的增强，很快就突破了100万大关。而墓穴内，教授在帝王壁画的一角发现了一个机关按钮，咔嚓一声，众人发现那个画着帝王壁画的石壁缓缓地移动着，最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只是当石壁机关停止的那一刻，整个空间内忽然冒出无数碧绿色的荧光，如同萤火虫一般照亮了整个空间。他们看到人后，朝着人的方向疯狂冲去，刚接触到一个士兵身上，整个人像是被点燃了一般，冒出滋滋的火焰，接着整个人直接燃烧起来，不到30秒钟，直接被生生烧死。而与此同时，其他萤火虫们如同一道光幕冲向考古队。不好，这些虫子有问题！几个士兵脸色大变，连忙启动冲锋枪射击那些萤火虫。子弹面对无数的虫子，简直就是杯水新车。江教授一看不好，立刻着急喊道：“这东西能点燃人，快跑！”这成堆成堆的虫子井喷一样爆发出来，剩下的人赶忙向出口逃去。一只萤火虫在白教授旁边的一个雇佣兵身上停下，接着从萤火虫停下的位置直接引燃，再接着通向全身。这一刻，雇佣兵连声音都没办法发出来，身旁的教授吃了一惊，不慎把珍贵的探测器材落到了地下，转眼便被涌动的虫潮覆盖。快跑，快跑啊！别让他们追上！惨叫声、虫子的嘶鸣声、杂乱的脚步声和琐碎的枪声，一时间场面混乱无比。原本期待的开启墓穴的场景没有出现，反而被一场炼狱般的场景所取代。虫子出现在帝王陵墓之中，触之便死，8个士兵当场牺牲了4个，而大家唯一收获的就是几只被机枪打死的尸体。墓室外，教授烦躁的一遍又一遍揪着自己的头发，脸上写满了愧疚和自责。助理小陈开口：“教授，这次考古咱们损失惨重，我知道的，你不用安慰我。”江白玉教授叹了口气：“教授，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您快看直播的弹幕。”助理小陈的声音透出不可思议，看他们说的。只见直播间里密集的弹幕群将整个屏幕都填满，通篇都是4个字：打扑鬼虫。卧槽！刚刚秦风还说没有打扑鬼虫，这些是什么？老子差点被他骗了！盗墓贼，你收手吧！我以为秦风都是靠想象力画画，感情你压走的写实风。秦风，你出来赶紧解释，不解释我就报警了。我刚刚网上查了一下，这2个东西完全一模一样，好不好？我想起来了，原来漫画剧情里主角一开始就发现不对劲了，感情他早就知道这个东西。直播间里你一脸震惊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真的有打扑鬼虫，不是我幻觉。卧槽，这玩意不是只有在地球世界才有吗？不是电视剧里面才有吗？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平行世界里面？你慌了，这下是彻底的慌了。这要不解释清楚，最起码是3年起步的节奏。你立刻解释道，这个玩意真的跟我没关系，这不是我画的那个打扑鬼虫，绝对是其他物种。不信你让教授们勘测，而且个头也不一样。通过直播间，众人可以看到打扑鬼虫和你漫画里面的非常相似。不过江教授到底是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他对这件事第一反应是不信。江教授也看到你的解释，第一时间在直播间说道：“直播间的水友们，如秦松漫画家所说，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太低了。生物圈中存在趋同进化现象，所以2者相像并不稀奇，就像是鱼类的流线型身体、虫子的甲壳扁平造型等等，就算看似相同，也会有一些细差距。我现在就搜一下那个插图，告诉你们2者的区别。”说着话，江教授来到虫石旁边，并且搜索出你的画。画面里一只打扑鬼虫趴在地上，造型、细节、颜色都很精准，这也是你漫配漫画的一贯风格，以细腻著称。现在我们先从身体结构开始看，看到了你所画的插图，然后又对比虫子的身体。江教授的手僵住了，正好这个时候，助理把镜头推到了江教授的脸上，他震惊加懵逼的神态正好出现在了直播间里。快看，江教授也懵了，江教授也被震惊了，果然是这样，秦风画的就是这东西。秦风以前绝对下过墓，他可能隐藏的身份是一个盗墓贼。未有人吗？直播发现一个盗墓贼，赶紧抓起来，可以判刑了。看着直播间的弹幕，江教授脸上充满了问号，难道这个人真的见过这个古墓？你一脸懵逼的看着直播间，脑海中闪烁10万个为什么。但随着江教授的对比后，瞬间整个直播间都疯了。与此同时，所有认识你的人都在疯狂艾特你。卧槽，秦风你小子可以啊，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竟然是一个盗墓贼？你小子干盗墓贼几年了？你连帝王墓都敢盗，你还画出来？你疯了？你赚了多少钱？等你活着从监狱里面出来，带兄弟一个。秦风还活着不？有没有其他帝王墓的
的消息。小秦啊，听说古董上交国家还有钱拿，要不你自首吧，没准还能减刑。一瞬间风中凌乱。与此同时，直播间里面夹杂着个大型媒体开始转发。秦风表面上以想象力天马行空著称，其实是写实派高手。秦风，你就承认吧，你就是一个盗墓贼，赶紧自首吧，你盗墓贼的身份曝光了。一些大 V 也跟着转发，事情的热度一直在升高。现在你的名字已经直接空降搜索榜单，成了热搜第一热词。看到了这里，你差点没崩溃。我不就画的漫画，跟帝王墓里面的打普鬼虫可能一样吗？关键不是我呀，我特么什么时候下过墓？我怎么不知道？而且我要下过墓，我一个盗墓贼还在直播间推荐自己的漫画，我疯了！这特么黄泥掉到裤子里，不是屎也是屎了。你在直播间打出我说我不是盗墓贼，你们信不信？霎时直播间弹幕短暂停顿3秒，随后不信2个字疯狂刷屏。深夜，世界顶级的考古学家江教授紧皱眉头，他在自己办公室内已经来回踱步了几个小时，一闭上眼，眼前就出现下午看到直播间弹幕的场景，脑海中就想起来满屏幕的打普鬼虫2字。一般的盗墓贼真的能在这种恐怖的虫子大潮中全身而退吗？他们到底又有什么办法解决了那种东西？江教授叹了口气，本能的又要点烟，却发现焦虑的自己不知不觉已经抽完了1整盒的香烟。看着装满烟蒂的烟灰缸，江教授深深叹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看到是来自媒体的一个朋友。江教授吗？您好，我找到漫画家住址了，你要不要过来亲自问问？同时我还托警局的朋友找了一些资料。电话那头传来了这样一句话，60多岁的江教授腾的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目光惊骇：小王小陈，给我买最近的去芜湖的机票，现在就买！被各种电话询问骚扰了一天，此时你终于有了一丝睡意。这时却听见房门被敲响，此人正是匆匆而来的江教授，旁边还站着助理小陈和小王。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你，小秦，你在画漫画的时候，为什么把这种生物命名为打普鬼虫？老教授直接问出了这句话。他虽然刻意装作淡定，可是不由前倾的身体和不自觉攥得铁青的拳头，还是暴露了他激动的内心。哎，你挠了挠快要被挠秃掉的脑袋，叹了口气，我就是为了赚点生活费而已。真的，如果一开始知道这东西是真的，我打死也不会把它画出来。江教授等人听到后全部一愣，既然说如果一开始知道这东西是真的，那显然代表他知道这东西，只是不知道是否真实存在，还是说他盗过墓，但是自己没碰到过，而是其他人碰到的。终于开始吐露了吗？所有人不自觉地竖起了耳朵，而一旁的小王和小陈此刻立刻拿出笔记本，争取不放过一丝遗漏。见到他们这样的表现，你暗自点了点头。在这几个小时时间里面，你琢磨明白了，与其在网上跟那帮不知道实际情况的各种水友们闹腾下去，还不如跟这个下过帝王墓的教授解释一番，只要合理，应该不会把自己送到监狱里面去。再说你还有绝对安全的保障，那就是他的行程线路都没有出过省，除非有人盗用你的身份证。如果盗用身份证，那就真的跟自己无关了。于是你给自己编了一个理由，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小时候三叔告诉我的。我三叔啊，打小跟一个瞎子鬼混，三叔叫他陈瞎子，我从小跟三叔在一起，他经常跟陈瞎子捣鼓一些奇怪的图片和记录，我跟着学了不少。小时候，三叔和陈瞎子一出去一趟就是很久，我在三叔家里住着，我买不起小人书，就翻来覆去的看这些东西。三叔说这些东西都是真的，但是一般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后来三叔去世了，临死前满身红毛，吓了我一跳。村里人说这是晚年不详。三叔走后，陈瞎子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后来我成为漫画家，灵感创意上经常借用三叔的东西，现在在行业里小有名气，也是多亏了三叔。你把临时瞎编的话说了出来，总结一句话，都是三叔干的，或者陈瞎子干的，你反正就打定主意，有事往三叔他们身上推，别问，问就是三叔，再问就是还有一个瞎子。穿越过来的记忆里，自己小时候就是跟三叔住一起的，那时候有没有网络，周围也没有什么邻居，没有证据能推翻自己的说法，反正三叔早就先逝，这种事也死无对证了。那你当时所看的那些图片和文字现在放在哪里了？江教授蹭地站起身来，按照你的说法，三叔有问题是肯定的，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那些图文资料也许就记载着对付打普鬼虫的办法，甚至整个帝王墓的走向和危险都能够提前避开。汉帝王墓探墓受阻，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里，不仅仅代表国家尘封的一段历史，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生物的出现。所以你的话也许就决定了探墓的成功与否，有些被拿起擦屁股，还有些烧菜的时候烧了，还有一些被陈瞎子拿走了，估计他也死了吧，毕竟几十年了。你无奈的耸了耸肩，啪嗒，小陈和小王一个没稳，差点一头栽倒在地。擦屁股，烧菜的时候点火烧，这是人干的事情吗？两人转头一看，就看到江教授脑袋上一头黑线，江教授像是魂魄被抽走了一样，无力的倒退了几步，瘫在了椅子上。门外江教授拨通了一个电话，很快电话接通，电话那头传出10多个人声音，从声音上听都是老者。老江，怎么样？那小子认了吗？需要严刑拷打，5马分尸不？江教授有些无语，他说他的三叔以前可能是一个盗墓贼，还有一个陈瞎子，然后他三叔死的时候身上长满了红毛。江教授烦躁的点了支烟说道，许多盗墓者经常接触地下墓穴的东西，一开始觉得自己身体没事，可是时间久了，的确会有很诡异的事情发生。不过我观察了一下，也就是咱们要找的漫画家，这人斯斯文文的，没有盗墓贼的那些东西，身上也没有盗墓贼才有的尸体味道，而且我拜托警局里面的朋友查了他的出行记录，这人没有出过省，他就是想要盗墓，也没有墓给他盗，他太年轻了，他这个年龄阅历和经验，就算是盗墓贼，也只能对付一些小墓小穴，不可能面对打普鬼虫还能全身而退的。综上所述，江白玉教授微微摇了摇头，漫画里面的打普鬼虫很可能真的是巧合。不过当江教授回头看了一眼你墙壁上的几张最新出来的漫画图，不由双眸扬了扬，然后再次走进房间。江教授是不是有话要说？你有些诧异，刚都说到那程度了，还不放过自己，要把自己抓进局子里面审问吗？江教授尴尬的摸了摸头，
那个秦先生，虽然我们已经确定你不是盗墓贼，不过你应该也看新闻了。最近我们关于汉代墓的研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之前已经有几个士兵为了这件事儿，往后可能还要牺牲更多的人，所以我能邀请你一起跟我们考古吗？你瞪大双眼，直播间的观众怀疑自己是盗墓贼就算了，这我要答应了，我岂不是真成盗墓贼了？那回头还不得进监狱关个3、5年？不行，绝对不行！先不说打扑鬼虫这玩意有多恐怖，帝王墓那可不是一般的墓穴，以前光看电视都觉得慌得很，现在让盗墓，呸，考古那还不得要了老命？万一后面还有更凶险的怎么办？你的记忆中可是画了不少怪物，那一个比一个猛，万一都成真的，自己不是往火坑上跳吗？教授，我现在精神萎靡，需要休息，而且我真不懂盗墓，呸，考古，您就饶了我吧。这时你耳边却传来了一阵机械声音，检测到宿主开始接触与考古有关的东西，获得神级考古系统，因宿主第一次获得系统，现在开始发放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神域之靴、神域之笔、神龙之体、霸者重刀、神域传送门。因为宿主已经具备基础考古资格，所以发布任务参与帝王墓，获得直播热度，直播热度积分等同于能量，能量达到一定程度便可获取下次奖励。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脑海中多出来的仓库，默默尝试了一下系统奖励的物品，只有一个字，绝。这时江教授听完你的话，有些失望的打算离去，你忽然走上前，用力握住江教授的手。所以江教授，我可以明天再去吗？江教授懵逼了，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有必要为祖国做一份贡献。刚刚我回忆了一下三叔以前跟我说的话，让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跟盗墓，呸，考古是没关系，但是我陪你们走一趟也没事，还能免费上直播间帮我漫画宣传呢。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没有拒绝的理由，毕竟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所以我答应了。网络上关于盗墓题材漫画家的真实身份是盗墓贼的话题热度一直非常高，哪怕你亲自辟谣也不能平息热度，就连直播间官方收到江教授的邀请进行辟谣，依然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相信官方账号亲自澄清，可信度还是有的。看来真的是个巧合，不好说。江教授何许人也？他一脸震惊的表情不像是假的，说不定看似是澄清，其实是被招安了。马德笑尿了，秦风被当成盗墓贼，还被抓走了，哈哈。有一说一，你大大要是盗墓贼，我吃一顿屎。楼上的又来骗吃骗喝了，网友们热衷于关注这件事，因此对于你到底是不是盗墓贼的说法，一直成为这几天口水战的焦点。对了，刚刚我看了一眼考古队官方，他们发出再次下墓的信息，哪呢？我瞅瞅，卧槽，3天后就准备再次下墓了，这是找到解决打扑鬼虫的办法了。你们看，秦风绝对是盗墓贼，肯定是你在严刑逼供下招了，不然考古队都死好几个人了，他们怎么敢再次下墓？哈哈，你这货刚撇开，又要被实锤了。我以人格担保，你这货绝对就是一个盗墓贼。官方不是说秦风就是一个宅男吗？都没出过省的人不可能盗墓。有人支持你是盗墓贼，但也有人赞同官方的回答。一来二去，讨论的人越来越多，但他的目光却一直关注着3天后的再次下墓。一切到了那个时候便自然揭晓了。3天之后的南宁市，这里内内外外早已经戒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面防着从外面想潜入进去的间谍，另一面也防着从里面涌出来的打扑鬼虫。而现在汉帝王墓的入口处显得格外的热闹。江教授，全世界最顶尖的考古学家；杨教授，全世界最顶尖的古生物学家；上官教授，全国最顶尖的昆虫学家；林教授和王教授，全国顶尖的考古学家。这一批人都是全国的学术泰斗，他们都签了生死状，也给家人写了信，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只是今天迟迟没有下墓，还是为了等一个人。汽车笛声响起，一个20来岁的青年从车上下来，正是你，从车上下来，正是你，小伙子，好样的，你终于还是过来了呀！这次下墓还是我来带队，希望你从三叔那里得到的经验，尽可能多的告诉我们，哪怕想起来一点线索，也对我们有很大的用处。考古团队的带头人依旧是江白玉江教授，这位60多岁的老学究，本来可以选择不去亲自下墓，但为了攻克难关，他毅然决定进入古墓。而他身后的几位教授，也都是为了同样崇高的目标选择亲自下墓。各位教授，我先澄清一下呀，我真的不是盗墓的，我就是个画画的。下墓之后主力还是您几位，我努力尽一份自己能尽的义务，也算是后进青年出一份力了。你连连摆手，几个世界顶尖的教授亲自排队迎接自己，他实在是受不起，自己就是进来凑个数摸鱼而已。为了完成直播考古的任务，他也就是过来蹭个热度，兑换个奖励啥的。这个时候，助理小秦和小刘拿着摄像头和话筒，直播刚一打开，无数的水友立刻从一群考古专家里面找到了你。我去，那个漫画家来了，你们看，他就是个盗墓贼，不然教授怎么会邀请他实锤？以大佬的盗墓贼身份曝光了，很快弹幕上全在刷盗墓贼3个大字。而另一边，教授他们已经整装待发进入古墓，刚刚来到地宫，在地面的通道门口，周围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正行动有序的忙着各自的事情，各类设备工具、探测仪早已经组装好，随时准备使用。一个个军用收纳箱也都打开，齐齐整整的摆着军用探测器械，还有几十个士兵早已经列队站好，严阵以待。不远处还有2个连的士兵作为备用，一旦前面遇到危险，他们随时盯上。德国的探测器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测量仪的精度都校准了吗？江教授放心，校准2遍了，看看列表里的设备是不是都全部准备好了。一份带下去，另一份在地面随时备用。整个临时搭建起来的营帐里传来了江教授的声音，我再重复一遍，高压火焰喷射器、高浓缩燃料和灭火器全都准备好。这次用火焰喷射器对付打扑鬼虫，一旦消灭干净，立刻用消防设施灭火，尽可能小的减少对古墓的损伤。这次为了发掘汉帝王墓，一定要做到稳妥有效，万无一失。江白玉江教授对周围人吩咐道，面对打扑鬼虫以及更深处的危险，大家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胜算更大。现在一些形势很严峻，所以这次面对打扑鬼虫，哪怕不计代价也要消灭他们，灭火之后再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到时候千万不能乱，要注意效率。这时2个助理拿着摄像机走过来，秦先生，马上就要直播考古了，要不要对大家打个招呼？看着直播间你咧嘴干笑2声，大家好，我是漫画家，你今天有幸受邀来到这里考古，非常荣幸啊。你挥了挥手，直播间里无数的问号仿佛流星雨划过，真的是你那家伙，卧槽，他到底还是过来了呀。万物难
蓝桃真香定律，大前天还发消息说这辈子不会下墓，结果3天就真香了。前段时间说吃1吨屎的网友，你有口福了，你还说自己不是盗墓贼，快束手就擒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行啊，你大大，这日子可越来越有盼头了。看到直播间里的弹幕，你忙解释道：“各位观众，我真的就只是一个画画的，没啥特殊本事。这次来到这里就算是长长见识，外出取材一下。对了，我再澄清一下，说我是盗墓贼的纯属无稽之谈，这点江教授可以作证。”江教授忽然听到有人 cue 他，回头一看，立刻又转回头当作没看到。哈哈，你们看江教授的动作，笑死我！江教授都承认你是盗墓贼身份了，别装了，你就是盗墓贼。你的话并没有劝服直播间的观众，反而调侃他，人越来越多。哈哈，画家的事能叫偷吗？那叫外出取材，这就叫专业。不愧是你，大大外出取材都跟别的画家与众不同，难怪能画出打扑鬼虫这种高端生物。大佬还在装吗？都被招完了还在嘴硬。直播间里的热度以几何倍数的数量增长，直播热度提升，你获得积分12点，当前余额12点。以几何倍数的数量增长，直播热度提升，你获得积分12点，当前余额12点。你立刻看到自己的抽奖积分涨了10几点，看了一眼积分的规律，原来每100万热度积分增长速度为1分每分钟。如果1000万的热度，那么直播考古期间每分钟都能有10积分进账。你看了一眼直播间，目前已经有几百万的热度了，正式进入古墓之中。你处于队伍末尾的位置，在他后面还有几个学徒。此刻大家全神贯注起来，但这次考古的热度太高了，即便这回都没人说话，观众依旧嗨皮的不行。教授们一进来便开始忘我的采样，其他守卫的士兵也都神情紧张。助理小琴偷偷拉了拉你的衣袖，指了指身后的镜头。秦风先生，大家热情高涨，您既然是画漫画的，可以说一些事情暖暖场。小琴压低声音悄悄地说道。见此情景，你立刻充当起了解说的角色。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刚下墓，情况还算是顺利，并没有遇到打扑鬼虫和其他危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打扑鬼虫这种生物。这种生物在历史上有来头的，这种东西有可能是汉朝时期南疆国朝贡过来的贡品。南疆国也是我们的领土，古代位于岭南之地，后来几千年来民族融合，这个国家就成为了汉族的一部分。而最令人值得称道的就是打扑鬼虫的培养方式，他们能将普通的昆虫培养成自己想要培养成的样子。这种技术早在2000年前就实现了，反而在当代，这种培养方法却依旧是科学的一个盲点。随着你的讲述，直播间顿时炸开了锅。卧槽，这样牛逼的吗？顿时炸开了锅。卧槽，这样牛逼的吗？在培育昆虫生物方面，我们2000年前的祖先就已经领先西方了。突然涌出来的自豪感是怎么回事？又感动又自豪。你问我为什么双眼湿润？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你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啊？这件事不是教授说的，是你大大提出来的。AI 等等，卧槽，对啊，你不是说自己是画漫画的吗？怎么懂这么多历史？他暴露了。弹幕里大家讨论的趋势又要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你忙解释道：各位，我作为一个盗墓题材漫画家，了解一点相关知识不过分吧？而且上述都是我个人的猜测，只是有这种可能性，也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一路上伴随着你的插科打诨，大家再次来到了壁画前。此时的打扑鬼虫已然消失，四周黑漆漆的。你对着话筒小声道：看样子打扑鬼虫就在里面了。直播间里看直播的水友们，一颗心慢慢的悬了起来。现在我们排头的士兵要开始使用高压喷火去消灭打扑鬼虫了。你在直播间里解说道。不过我个人并不是很赞同这种方法。打扑鬼虫本身属于温度感之类的虫子，墓穴常年阴冷无光，因此打扑鬼虫一直处于平静状态。而一旦喷发出火焰，打扑鬼虫也会竭尽全力的进攻，不死不休。所以一旦喷火，后果会无法挽回。与其这样，倒不如用冷冻设备，让整个打扑鬼虫群都陷入冬眠一样的状态更加好一点。尽管你担心搅扰到前方，刻意压低了声音，但在安静的墓穴中，你的声音依旧传到了大多数人的耳朵里。江教授回头蹙眉看着你，你说的是真的假的？身为昆虫学家，上官教授深吸一口气，也是面露不解。上官教授揉着太阳穴，这些东西的确有实现的可能性，不过具体成效如何，我却说不好。面对于打扑鬼虫这种未知的生物，可能性太多，容错率却太低。江教授也不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而改变全盘计划。大家的目光一致转移到了你的身上，想听你继续说些什么。而这个时候，只顾着照顾直播间的你，却没有听到江教授的话。镜头前的你却已经蹲到了地上，拿出了随身的小铲子，继续自顾自地挖掘着什么，对着直播间解释道：据我了解，陵墓设置打扑鬼虫时，会先将储存打扑鬼虫的甬罐埋在地下，并且把这个消息隐瞒给工匠，只说是埋下的黄金玉器等等。工匠一无所知地把陵墓建好以后，再将工匠关在里面。几天以后，工匠饿死，而甬罐里的打扑鬼虫也长大，他们会钻出甬罐，从地下打洞到工匠的尸体跟前。到时候，建造陵墓的所有工匠尸体就会成为打扑鬼虫的第一餐。所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地下应该就会存在类似于陶罐一样的东西。听到你的话，直播间的人懵了。他刚刚是不是说自己不是盗墓贼？刚刚是他吧？这算不算我打脸我自己？马德前脚说自己什么都不会，后脚随口就说出这么多知识，了解这么多东西，还说你不是盗墓贼？你大大这些知识从哪了解的呀？我靠，太牛逼了吧兄弟们！了解的呀！我靠，太牛逼了吧兄弟们！你用小铲子挖开了一个小坑，然后摸索了一番，找到了一个瓦片。对，就是这个。落，各位看一下，拿着瓦片对着灯光一照，上面呈现出一种鎏金的纹物，且写着几个古老的文字。这时见到瓦片被挖出来，江白玉教授的呼吸都急促，他3步并作2步急切的来到了你跟前，双手颤抖的捧住了那瓦片。这是汉朝古南疆国的文字，我曾经翻阅过几千卷的史书，只是在一些杂论上看过一些南疆的传说，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太惊人了。而且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将文字运用到了瓦片上，说明那个时期的文字技术绝对顶尖。天哪，这绝对是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发掘。等等，江教授赞叹的同时总感觉哪里不对，他骇然转过头，震惊的看向你，你怎么知道关于南疆的事情，而且还这么清楚？一时之间，江教授看着你的眼神宛如怪物一样，太
太匪夷所思了。这年轻人对古墓的了解也太多了吧？现在画的漫画都需要这么高的段位啊？了解的生物就已经足够匪夷所思了，你竟然能把那段历史那些年所发生的事情，仿若亲眼看到一样的说出来，而且从地下找到的东西来看，竟然和你所说的一模一样。听完江教授的自言自语，众人看着你的眼神此刻一下子变得惊悚。对啊，这家伙怎么了解那么多？与此同时，弹幕里在刷了一波666以后，论弹幕再次刷的飞过。卧槽，这下谁要是再说你不是盗墓贼，我特么跟他拼命！秦风，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上一次进来你是不是就这么干过？盗墓贼实锤了，赶紧喊人抓起来啊！组团举报啊！组团举报啊！你一句我一句，你明天就入狱，真特么硬了！里面个个都是人才，不服不行啊！为了坚持作品的真实性，不惜亲自下墓探险，令我等佩服。看他那轻车熟路的样子，不知道祸害了多少个墓穴，就铲土那一手，没刨出180个死人，绝对做不来。你之前所说的事情，在一众教授看来，应该是利用自己漫画家的想象力去解读出来的虚拟故事，当个故事听就好，大家都不会当真。可现在谁能想得到，你随手一挖就从地下挖到了证明自己说法的东西，就仿佛这东西跟你埋的一样。江教授想到之前你的话，一时之间，江教授犹豫是否使用火攻。小秦啊，你所说的这个不赞成用高温，反而用低温，是什么意思啊？旁边的上官教授是著名的昆虫学家，通过对打扑鬼虫的大致研究，花费将近3天时间，他才跟专家组确定使用火攻，而且此刻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想到江教授这个时候竟然对火攻产生了质疑。上官教授忙道：“你虽然知道一些历史，但他毕竟不是研究昆虫的老丁，你还不相信我吗？”转过头，他一脸严肃地看向我：“秦先生，我承认你的一些历史知识有些震惊了我，但考古不是儿戏，我不眠不休研究了好几天，才研究出打扑鬼虫对火这种元素有天然的情绪，很可能是来源于火焰对虫类的天生恐惧，这才冒着毁坏古物的危险弄的奇才。你一句话就否定了，你懂不懂打扑鬼虫？你知道万一使用错误会死多少人吗？你一句话就否定了，你懂不懂打扑鬼虫？你知道万一使用错误会死多少人吗？到时候把你抓起来枪毙都不够扑。”直播间里面的人顿时笑喷了，大佬可是在你之前就画出打扑鬼虫的，你竟然怀疑秦风大佬的专业度，这个上官教授慌了，你们看到没？你可以怀疑秦风大佬漫画家的身份，但你竟然怀疑秦风大佬不懂打扑鬼虫。之前还很喜欢上官教授的，现在我反而期待大佬是怎么打脸的。你一嘴抽了抽，但还是认真的说道：“上官教授说的没错，打扑鬼虫这种东西对温度确实极其敏感，可一旦点火反而会引起它的狂躁，而且它们本身就具备火焰能力，就算我们能杀，搞不好还要受伤不少人。而且你确定高温氧化之下，古墓中的文物还能存活多少呢？还有这些打扑鬼虫常年生长在阴暗的地方，它们对湿冷的气息其实早已经习惯，当使用低温氮气之类，它们说不定会在习惯中死去，反而不会激活它们。所以我个人觉得低温比高温好一点，最起码低温还能保护历史文物。”说到这里，你又想到了什么？对了，还有打扑鬼虫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属于高温危险的存在，对高温和热度的感应非常恐怖。就像这样，你从兜里掏出来了一个打火机，随手点火，下一刻，整个石洞之内冒出无数绿淋淋的光芒，同时无数打扑鬼虫异动起来，发出嘶鸣声、振翅的声音，有一种暴风雨来临的前奏。这一异动，惊得所有人都捏了把汗。打扑鬼虫要开始暴动了吗？糟了，大家还没来得及准备，麻烦了。可下一刻，你手中的打火机一关，那所有的异动顿时消散于无形。与此同时，绿莹莹的光芒也暗淡了下去，一切偃旗息鼓，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打扑鬼虫们立刻安静了下来，不止打扑鬼虫们，场景所有人也震惊的停止了呼吸，而直播弹幕上快刷破了天际。上官教授双眼瞪得滚圆，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他难以置信的看着你手中的打火机，而周围人的表情亦是惊骇无比。不好意思啊，刚刚我就是想证明一下打扑鬼虫对高温的敏感来着，刚刚应该给各位提前打个预防针的，下次我注意啊。你挠了挠头，随后笑着道：“不过问题不大，打扑鬼虫这种东西只顾杀戮，只要失去了感应目标，它们自然就不再发出异动，所以打一下打火机无伤大雅。你之所以不建议用打火机，是因为他前世所看的小说里有类似的剧情，而后来那本小说里主角消灭打扑鬼虫的方法也是靠的低温的冰办到的，所以你想，既然生活习性和外观结构都一模一样，那弱点不一样也说不过去吧。”结果一试之下，周围人全都傻了眼，全场寂静到落针可闻。而直播间里，从教授问话到你点火，再到现在的解释，这一切全都通过摄像头被所有人看得一清二楚。这尼玛神了呀！点火灭火一气呵成，这是遇见多少次打扑鬼虫都总结出经验来了。马德，我严重怀疑秦风大佬以前吃过用火的亏，这尼玛也太熟练了。我怀疑他带打火机就是为了测试打扑鬼头的。你不仅是个盗墓贼，绝对还是一个顶级盗墓贼，赶紧去查他家，搞不好还能找到几件稀世珍宝，绝对比盗墓划算，比盗墓划算。江教授听到了你的话以后，用了很长时间才平息内心的震惊。作为队长的江教授，立刻和古生物学家杨教授、昆虫学家上官教授跑一边研究了起来。小秦这孩子对打扑鬼虫的了解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不仅仅是外观，他连生活习性、弱点甚至历史渊源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昆虫学家上官教授脸上写满了惊骇，我一开始还觉得他不懂昆虫，看样子火焰喷射器已经不能用了，反而是用制冷的方法更好。江教授低声道：“在这个方面咱们做个决断吧，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我也同意，最起码在打扑鬼虫这个领域，咱们都是门外汉，而你才是当之无愧的专家。杨教授也微微点头，我也投一票。3个教授交换意见以后，一致表决更改计划，新计划按照你的观点来进行。江教授立刻重新申请制冷设备，仅半个小时，就有一队士兵送来了一批高压液氮喷射器。这种东西在空气中有零下192C 的低温，如果正面对人喷射，杀伤力完全不弱于火焰。而几个士兵重新装配好液氮以后，立刻朝着里面喷射液氮，白色的液氮带着寒气喷出，教授们全都严阵以待，生怕液氮会激起打扑鬼虫的反抗。然而从喷液氮开始，里面的稀稀疏疏的动静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甚至于连那股怪味几乎在冲淡的瞬间也全部消散。刷刷刷，所有人屏住呼吸，里面的打扑鬼虫竟然没有一个站起来反抗，他们似乎还挺享受的不动了。江教授的眼睛死死盯着科学仪器，仪器显示墓穴里面的生物已经失去了生命反应。不过到了这里，江教授不由将目光转到你的身上，
上。看到你微微点头之后，江教授才大声道：“可以进去了。”这一幕正好被摄像机捕捉到了，直播间一片哗然。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不相信科技，相信一个画漫画的。现在谁说他是画漫画的？我跟谁急看到弹幕这样，你非常无奈。我只是恰好了解这么一段历史，我从来没盗过墓，更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啊。你解释道：“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打扑鬼虫，真的，我发誓，我真没有盗过墓，你们要信我。”弹幕里仿佛流星雨一样，一片信了你的邪刷过去，再次移动那块帝王石壁，灯光所照之处，看到了其内涌现的大片打扑鬼虫，数量数以万计，绝大多数打扑鬼虫已经被冻成冰鳖了，其中有几个打扑鬼虫的体型有小狗那么大，凶厉的钳子上闪烁着黝黑的光芒，那已经被冻硬的打扑鬼虫便被直接弹碎。之前不可一世的鬼虫此刻彻底成为了历史，他们怎么都没想到，原本赌生死的一场探索，在你的指点之下就这么简单的过去了。而直播间里弹幕布满了整个屏幕，卧槽，真正的盗墓贼一上场就不一样，这么危险的墓葬就必须得交给最高明的盗墓贼，连世界顶级的专家教授都还没有摸清打扑鬼虫的习性弱点，你就已经想好了对付他们的手段，这是老对手了呀。我有一个想法，咱们现在把秦风大佬抓起来严刑拷问，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的帝王陵墓。沙雕网友欢乐多，不少人半调侃半真实的说道：“你彻底无语，我就是对打扑鬼虫有点了解而已，没别的了。接下来探墓就没有什么事了，我陪你们聊聊就好了。”打扑鬼虫的危机已经解除，地宫的大门总算是打开了，其内的景色映入眼帘，是一个一直向下的阶梯，顺着阶梯一路走下去，走了足有10几分钟。这地宫非常的大，我感觉现在距离地面得有1公里以上了。是啊，难道这地宫还在地下吗？几千年前的古人也太厉害了吧？你们说这墓穴可不可能打到地心了？你看了一眼直播间，继续解释道：“虽然地宫通道一直向下，但是中间有不少弯道和岔道。江教授派出了人驻守在岔道口，防止我们走丢。不得不说，这座汉帝王墓真的很宏伟，难以想象古代竟然能造出这样规模的建筑，太不可思议了。那些雕像惟妙惟肖，有没有知道的？谁有弹幕里告诉一下，这是属于什么风格的纹饰？”你在直播镜头前笑呵呵地问道。你的话顿时引来直播间一堆的无语。狗贼，比世界顶级的专家学者还厉害的盗墓贼会认不出来这种东西？你一个那么厉害的盗墓贼，看这些东西还不是手到擒来，糊弄谁呢？我发现我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弹幕里大家都要求你不要再演下去了，你很无奈，自己好像是坐实了是盗墓贼的想法。好在这时似乎走到尽头，拐角出现一个拐点，刚转过便看到一座无比巨大的古代城墙映入眼帘，城墙之上伫立着一排的士兵，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城墙之上有一个墙垛，墙垛中央有一处楼台，楼台之上古老的战鼓耸立，战鼓四周皆是站着数名士兵，士兵身披宝甲。这一幕若是放在任何地方，都只会觉得古代军事之雄伟，但唯独这里不行，因为这里是墓穴之中，地面距离城墙之上有10多米距离，城墙的墙砖颜色红中带青，有不少墙砖上刻着刀剑划过的痕迹。重点是在城墙之下到他们考古队中央的位置，出现着一颗无比巨大的花朵，花朵下是一尊古老的青铜棺材，那些花朵下面的藤蔓盘根错，复杂的往四处生长，有的甚至沿着城墙爬到了城墙之上那些士兵的脸上。当灯光照射上去时，乍一看，碧绿色的光带着一双诡异的眼神，别提多瘆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教授们举着灯光朝花朵上去，那花格外的鲜艳，根本就不像是在墓穴中能开出来的东西，而且那花一人多高，呈现喇叭形状，花朵比人脑袋还大。这时江教授有些不确定的看向你，这花应该是阴阳两界花，传闻阴阳两界花开在至阴至阳之地，是墓穴中唯一可能开出的花朵，意为沟通阴阳。不过正常阴阳两界花个头只有巴掌大，颜色也以黑色和白色为主，这花太红了。你微微疑惑，所有教授和观众都无比震惊地看着这花朵。按照之前对这座墓的初步考察，这最少是一座几千年的古墓，而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朵花不仅没有枯萎，竟然依旧盛开，让人不禁感叹造物主的奇迹。不过很快有人发现不对，你们快看，顺着灯光，所有人看到那棵花朵的枝干所在的树根内，似乎正在吸收着棺材里面的东西，呈现一种有节奏的律动。这花在吸收棺材里面的养分。教授们无比诧异地盯着阴阳两界花，却没发现四周站在城墙上的士兵们的表情，从开始的面无表情到变得无比的狰狞。这棺椁里面有东西。士兵们的表情从开始的面无表情到变得无比的狰狞。这棺椁里面有东西。教授们看一眼棺椁上复杂的花纹，便知道这棺材不简单。而这朵花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很可能是因为底下棺椁的原因。而此时你再次开口，从四周的布局来看，这个棺椁应该叫镇魂棺。古代有一种战争之前主帅背棺而战，用来表示出征之后若是不胜，便刺杀入殓。而此棺所葬之人，应该便是战争失败而亡的主帅。帝王为了缅怀此人，特地将他放入瓮中，相当于是重新注入灵魂来让他继续镇守陵墓。只是比较可惜的是，被这一株即便墓穴之中也罕见的阴阳两界花给鸠占鹊巢了。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听完倒吸一口凉气，他们作为一方领域的绝对权威，却从来没有听过古墓之中还有这样的历史记载。最关键的是，他秦风是怎么知道的？就这还不是盗墓贼？而另一边，随着他们的到来，那原本不断吸收养分的阴阳两界花绽放了它那怪异的大花骨朵。不等考古教授们准备前去考古，便听到你喊道：“危险，别过去！”考古队长江教授神色大变，所有人注意可能有危险。看到了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都不由笑了出来，哈哈哈，逗死我了！教授一听是秦风说的，想都没想就相信了。你懂什么？教授明显这是信任秦风大大丰富的盗墓经验。我估计教授嘴上不说，心里边早就认定了秦风的盗墓者身份了。整个帝陵地宫全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除了必须要坚守岗位的士兵之外，剩下的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秦风。见到所有人都盯着自己，秦风有些尴尬，小声道：“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啊，我其实也就猜测，建议大家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毕竟咱们这是在墓穴里面，随时都遇到危机，况且这玩意一看就不正常。”说着秦风继续摆手：“别看了，我也就懂得打扑鬼虫什么的，
其他的真的不在行的。江教授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听到秦风的话，江教授开始收起之前奋不顾身的好奇，敦促周围的士兵千万要小心再小心，在不靠近的前提下，先以观察这个奇怪的植物为主。秦风看着显示屏里的弹幕，发现大家已经在叨叨，让秦风别装了，赶紧把知道的全部说出来。于是道：我先说明一下，我就是个画漫画的，那些东西我都没见过，只是隐隐觉得相似而已。你说的是实情？前世看的小说里面的确有一种名为阴阳两界彼岸花的花，这种花和尸香魔芋、阴间的市民花还有黄泉莲并称四大鬼花。这种专门生长在墓穴之中的东西，不仅具备一定的杀伤力，还有让人恐怖的致幻效果。小说中有过讲解，这种花让里面的主角进入一个战场，然后他和他的兄弟加入战争，等醒来的时候，竟然发现把自己身边的兄弟全部给硬生生的杀死了。那画面别提有多血腥，而这些人死后直接化为了彼岸花的口粮，可见阴阳两界彼岸花有何其危险。而这个时候，直播间的观众显然不相信你只是随口说的，直播间内却忍不住已经开始带起了节奏。你还在隐瞒自己的盗墓贼身份吗？你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璀璨，无论怎么隐藏，都无法隐藏住自己杰出的气质。话说回来，秦风大佬一直讲自己只是懂打扑鬼虫，为啥说了句阴阳两界彼岸花有危险，教授就立刻让大家小心了呢？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明显就是教授潜意识里就觉得秦风盗墓经验丰富呗，爱全世界只有秦风大佬自己坚持自己不是盗墓贼。直播间里大家正说着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的异变突然发生。刚刚教授让士兵们小心陷阱的时候，大部分人都退了回来，可依然有人没有来得及反应，于是众人就听见几道利剑穿透的声音响起，快躲开！然而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数道剑矢狂飞而出，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几人被利剑穿透，死的不能再死。而最恐怖的是，利剑的剑尾处竟然有一根丝线，在几个人死亡的刹那，几个人的身体被猛地一拽，接着进入了阴阳两界彼岸花的嘴里，传出让人难听的咀嚼声音，同时发出令人惊恐的怪叫声，似是嘲讽，又感觉像是漏风声。而这个时候，你在直播间低声道：一场惨案发生了，我们损失了6位士兵。各位观众，目前从现场来观看，这株植物竟然具备释放利剑，很明显这已经不是我知道的阴阳两界彼岸花，因为我所知道的花只有致幻的效果，而它显然不仅如此。不过这东西之所以会攻击我们，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应该是光源的原因。秦风在直播间的话，不仅仅被直播间的观众听到，同时也被直播间外教授们听到了。直播间的观众听到，同时也被直播间外教授们听到了。对光源，常年不见黑暗的植物，一旦遇到光源肯定极为敏感，而探照灯的光强度有千万级流明，对植物来说几乎可以模拟太阳光了。古生物学家杨教授一拍脑袋，激动地自语了起来：是探照灯，我们有可能是用探照灯光唤醒了这2000多年的古老植物。杨教授恍然大悟，一下子想通了。说到这里，大家心里再度升起一个感觉，太离谱了，秦风怎么了解得这么深？又是他启发了杨教授。事不宜迟，江教授自己率先带上了夜视仪，在无线电通话器里大声喊道：大家带上夜视装备，快关闭灯光。下一刻，3盏巨大的探照灯关闭掉，而每个人标配的夜视仪瞬间启动，整个瓮城内一片漆黑，只剩下少数结果电子仪器的显示屏还在亮着，直播摄像机仪器也有夜视功能，现在地宫里的场景仍旧能捕捉下来。一时之间，整个瓮城之内静悄悄的，大家左顾右盼，连走都不敢乱走了。几个教授感激地看了秦风一眼，开始低头小心翼翼地测算数据，而士兵们则举起枪拉开了保险，一旦有意随时出击，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面对这种随时可以夺走人心智的诡异植物，每个人都不敢有大动作，唯一还在走动的就是你了。你拉着负责直播的2个助理小声道：走，我们去那边，那里的拍摄角度比较好一点。秦风先生，这助理傻了，小声回复道：你刚刚不是说地下墓穴不可以乱走的，到处都有危险，要不咱们还是小心点吧。危险，要不咱们还是小心点吧。没有关系的，现在我基本确定就是阴阳两界彼岸花了，现在没有光，我们在它这么远的距离，完全不会有事。秦风风轻云淡，相信我准没事的。说着话，直接拉着负责摄像的助理朝另一边奔去。看到这一幕，周围人又是一阵心惊肉跳，生怕你因为动作惹出来祸。弹幕里你的行为顿时让弹幕再度刷了一波，真是艺高人胆大啊！这个时候竟然还能这么风轻云淡，我怀疑秦风大佬不是第一次见过阴阳两界彼岸花了，绝对不是第一次，只看一眼就直接说出了名字。显而易见，秦风大大的盗墓漫画其实就是一本自传，记录了自己平生的盗墓经历而已。马得秦风老贼这次下完墓赶紧去更新新篇章，但凡墓穴里的生物都逃不出秦风大佬的知识范畴，这代表了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我擦，刚才要是提前提醒的话，也许那6个士兵就不会牺牲了。秦风大大也有责任，楼上的杠精吧？秦风大大一开始不是说了自己先确认一遍吗？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见死不救了？就是啊，要是让你上，我估计你现在早就跪在地上动都不敢动了。别拿你键盘侠的脑子去质疑人家盗过大墓的行家。看到直播间里还是有不少人维护自己，秦风心里蛮感动的。不过秦风满头黑线，硬着头皮再重复了一遍：我不是盗墓贼，只是恰好喜欢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而已。关于阴阳两界彼岸花，这东西的历史比打扑鬼虫还要悠久，这玩意堪比传说。这种花的恐怖在于它的生长能力和长生能力，即便存活在几千年，它依然可以活得很好，而且它还具备一定的攻击力。这种东西是墓主人专门守卫用的。如果我所料不错，这里加上这个瓮城，代表我们才刚刚到达墓穴的入口而已，而它就是墓穴入口的守门兽。我现在比较希望的是，咱们危机只有这个阴阳两界花，这样我们找到弱点已经可以解决，就怕危机远远不止于此。你小声的介绍道。在你讲话的时候，周围人都停下了自身的动作，竖起耳朵倾听你的话。不少人都呆了，这是从哪里学来的知识？杨教授语气怪异，对身旁的江教授小声道：我喜欢诵读《山海经》之类的奇异生物志，也算是博览群书了，但是这些知识我听都没听说过。秦风从哪得知的？江教授同样无比纳闷，自从你解决了打扑鬼虫以后，他就以为你不会再有什么用处了，因此江教授
授也就放任你在直播镜头前解说，没想到遇到这种诡异生物，你竟然还能继续解说下去，而且所讲述的故事全都有理有据，甚至江教授考古的目的都被你不知不觉说了出来。而这个时候，身为始作俑者的你还不知道这一切，继续担当着边缘解说员的职责。殊不知，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把注意力悄悄集中在了你的身上。诸位，我说的危机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我猜测没错，下面就是墓穴主人的位置的话，那么看门的肯定不止这个阴阳两界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瓮中之鳖这个故事？如果我是墓穴主人的话，有人来到我的墓穴里面，并且已经快要找到我的主墓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将来人全部解决，不留一个。很显然，阴阳两界花目前是做不到的，那谁能做到的？你们看一眼咱们城墙上的士兵人偶们，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他们的表情从刚一开始进来的审视变成了嘲讽了，而且还多了一丝的杀戮气息在里面。如果你们也在墓穴里面的话，你们会发现四周的空气现在起了应激反应，在不断的变冷。有人称之为这叫鬼来了，还有人称之为死亡的前夕。秦风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所有人都被秦风的节奏给带得目瞪口呆。他刚刚说什么了？死亡的前夕。杨教授和江教授同时感应了一下四周的空气，发现真的如秦风所说，莫名的冷，深入骨髓的寒冷。所有人下意识的仰头看向城墙上的人偶们，霎时间冷汗倒立。直播间观众看到这一幕，一个个同样被惊呆了。只见视频中城墙上的人偶们露着一种诡异的表情，有的表情狰狞，有的面露凶恶，有的多了一丝凶狠。每个人偶脸上的表情几乎都不相同，但全都勾着嘴，似乎是在嘲笑所有人。这一幕发生的很快，就在所有人想仔细看人偶的时候，有人惊讶的发现，有人偶的表情变换了一下。我操！你们看第二排第6个人偶，那个家伙刚刚对我笑了一下。我操！我现在汗毛都竖起来了，啥鬼玩意？你们看第3排，我靠！我手机差点吓得掉地上了，这特么脸部表情竟然还能变化，不会是活的吧？活你大爷啊！这里可是墓里，彼岸花能活还能说得过去，一个人偶靠吸收什么养分活下去？这到底什么情况？秦风大佬，赶紧出来解惑，不然我就曝光你盗墓贼身份了。话说后面危机是啥？这些人偶吗？还是说秦风大佬发现了其他了不得的危机？观众们开始讨论危机的来源。人偶们虽然手上拿着武器，但是瓮城不小，想要射杀所有人还是有点难度的。危机的来源，人偶们虽然手上拿着武器，但是瓮城不小，想要射杀所有人还是有点难度的。而秦风刚刚说的是，进来的全部都要死。那么，这时有人在直播间内传出一声惊呼：你们看四周的墙壁，放大50倍去看。话音刚落，已经有一部分理科生们默默拿出看家本领。其中一个观众将图片放大后发现，在墙壁的缝隙里面堆满了漆黑如墨的箭矢，密密麻麻，几乎每一个墙砖与墙砖的缝隙中都有这么一个孔。看到这里，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特么要是所有箭雨全部射出来，谁能扛得住？与此同时，秦风也再次开口，如果你们仔细听，应该能听到空气中多了一丝不一样的声音，那应该是机关开启摩擦的声音。人偶们是不具备杀人能力的，同样，瓮城四周具备自主杀人能力的也只有彼岸花。那么什么能驱动危机降临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里的瓮城是一个机关城。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切，直呼好家伙，这还是漫画家吗？这分明就是一个职业盗墓贼啊！不然谁能分析这么明确？术有专攻，今天我算是明白了，这特么求秦风大佬自己解释，你能解释清楚说你不是盗墓贼算你赢？什么就专业？这就叫专业。我现在有点理解秦风大佬了，就秦风大佬的能力，外出盗个墓跟我们出去溜达一圈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传说中的盗墓之王的能力。我只能说一个大写的牛逼。看到弹幕你醉了，我在研究瓮城，你在揪我盗墓贼身份，这合理吗？就在这时，瓮城的机关发动了，无数的利剑如雨水一般的朝着他们冲刷了过来。不好，保护教授！噗噗噗！因为这里已经上千年没有人进来，因此箭雨并没有一开始就全范围的覆盖，而是一点一点的在变多。经上千年没有人进来，因此箭雨并没有一开始就全范围的覆盖，而是一点一点的在变多。感受到箭雨发动的声音，中间的阴阳两界彼岸花也跟着动了起来。一时之间，所有的藤蔓宛如一条条蛇，从垂落状态直接攀爬在了地宫的地面上。那些藤蔓足有数十米长，一些藤蔓甚至有上百米，能从地宫的中心触及到地宫周围的任何位置。此刻从四面八方突然袭来，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场面瞬间凶险万分。3个士兵刚想扣动扳机，立刻被钢铁般的藤蔓洞穿，场面一时间陷入绝对的危机。周围的士兵牙眦欲裂，立刻掏出枪来射击，可是那藤蔓竟然像是钢铁一样，没有任何作用，仅仅只是几枚叶子被打碎，全体成员战术队形散开，开始射击。这个时候，训练有素的士兵的优秀之处体现了出来。随着长官一声命令，那些士兵立刻按照战术队形呈3-3式散开，一边躲避着箭雨，一边疯狂射击，各个方向的枪口火焰爆发，在黑暗的地宫中璀璨的犹如烟火一样。这些武器本来是用来对付打仆鬼虫的，结果用在了这里。江教授双眼瞪大，急忙吩咐道：快撤，快撤，注意危险！小秦，你快想想办法，别抱着你那显示器了。看着暴走的阴阳两界彼岸花，教授催促着，他有些着急的拉着你的手，见你竟然还低头看弹幕，气得恨不得硬生生把你的头掰过来。江教授，这种阵仗我也是第一次见啊！秦风连连摆手，突然间想到了什么，面露严肃又继续道：我们需要赶紧弄死这朵花。先想到了什么，面露严肃又继续道：我们需要赶紧弄死这朵花。花朵的位置就是这座墓穴的安全位置。秦风话音刚落下，众人看看四周，发现果然如你说，瓮城内所有地区都有箭雨在不断射出，只有花朵所在的位置看似绝对安全。此刻的瓮城内宛如某些科幻射击游戏一样，充满古风韵味的瓮城内，如今布满了子弹壳和硝烟味。江教授脸色难看无比，先撤退，退到通道里，等阴阳两界彼岸花和箭雨全部射完再重新进来。可是话音刚落，不知道是谁触动了某个机关，只听见咔嗒一声，方才众人身后进入的通道突然落下一扇巨大的石门，轰隆，地面都为之一颤，尘埃溅起很高，不少人脸色大变，这下糟了，退路没了。江教授脸色大变，最后一步彻底没有希望。如果通道是可以打开的，可进可退都好说，只要有通道，就会有后续的补给源源不断的送来。可是现在一切都断了，糟糕，考古队遇险了，教授被困在里面了。前面是阴阳两界彼岸花的藤蔓和漫天箭雨，后面则毫无退路，这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一旦子弹打完，就全都完蛋了。只能希望阴阳两界彼岸花有进攻距离，箭雨射出的速度不快，
快，并且不是范围性质的。大家快散开啊！不要再死人了！天哪，这漫天箭雨看起来也太恐怖了吧！我的心在滴血，这难道就是为了考古而奉献一生的标志？我感觉打仗都没这么危险，是为了考古而奉献一生的标志。我感觉打仗都没这么危险。这场从考古到绝境的转变，通过摄像头完完全全的传达到了外面。直播的观众原本以为解决打普鬼虫之后，剩下的就是普通的考古过程，谁能想到场面急转直下，最后竟演变成了这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阴阳两界彼岸花也越来越凶，天上的箭雨也越来越密。此刻已经有人被箭雨击伤，几名士兵的配发的子弹也已经打空，而阴阳两界彼岸花藤蔓却如群魔乱舞一般，没有丝毫的停歇。众人生存的环境不断减少，完蛋了！士兵们一开始想要放火，可是现在墓室出口已关闭，一旦放火，氧气将急速消耗，到时候哪怕阴阳两界彼岸花不来进攻，他们的氧气瓶用完之后，恐怕也要完蛋，场面万分危急。就在这个时候，隐藏在人群中的你动了，所有人聚集过来，你沉声道：“来到我身边。”你的话仿佛有一种魔力，一下子就让周围人找到了主心骨。江教授见你开口，也立刻道：“快，大家收拢起来！秦风，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了？你之前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你一脸黑线，但现在也来不及多说什么。在周围几十人和直播间近千万人的围观之下，你从自己的兜里缓缓掏出了一支笔，那是一支古风古色的毛笔。毛笔使一拿出，狂躁无比的阴阳两界彼岸花所有的枝蔓瞬间一颤。那神域之笔乃是以兽王的骨骼制成，你也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动物的骨骼，但其内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威慑力。阴阳两界彼岸花，看笔！你低喝一声，直接将手中的神域之笔举过头顶。看笔！你低喝一声，直接将手中的神域之笔举过头顶。浩大的瓮城传出你的阵阵回音，显得宛如天神喝问。周围人看得傻了眼了。然而下一刻，阴阳两界彼岸花像见到了克星一样，先是急速后退，但墓穴就这么大，于是眨眼间，那足以比肩钢铁的藤蔓，像是被抽掉了灵魂一样趴在了地上。他在害怕，在蜷缩，像是遇到了天敌一样，想要抽身逃跑。周围静悄悄的，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江教授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确认自己生活在现实，而不是梦中。然而感觉自己仿若置身梦中的，又何止江教授一个？大家都傻了，眼前的这一幕，真的可以用科学去解释吗？一支笔镇压千年凶险。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士兵急忙指着一处，这边还有藤蔓，在一旁的石缝中，两根格外坚韧的藤蔓，勉强能在神域之笔的威压下缓缓活动。只是那两根藤蔓行走速度宛如蜗牛，慢慢吞吞，哪还有之前迅猛凶狠的模样？周围人立刻让出来一个通道让你经过。大胆！你低喝一声，再次祭出神域之笔，笔尖一动，神域之笔并没有没，但阴阳两界彼岸花此刻明显浑身一颤，接着整个阴阳两界彼岸花竟然在众人的眼中慢慢的解体，最后化作一团黑色的灰尘落在地面之上。快进安全区！你朝所有人喊道。喊完之后，众人来到之前彼岸花的位置，果然那些箭雨虽然射击的更加的密，但是却没有一支射到彼岸花所在的范围。那些箭雨虽然射击的更加的密，但是却没有一支射到彼岸花所在的范围。几乎眨眼，整个考古队从绝境转危为安。这刚刚发生了什么？那是一支笔，为啥会？这应该算是超自然现象吧？是特异功能还是修仙？我特么所处的世界不会是网络小说世界吧？重金求解那是什么东西？谁知道了告诉我一声，我特么当场就跪下了。这也太牛逼了！科学怎么解释？我感觉用玄学解释更靠谱一点。震惊了，难怪秦风大佬对这幕从来就不屑一顾。感情我们眼中恐怖的阴阳两界彼岸花，在他面前不过是小猫小狗啊！破案了，兄弟们！我现在算是知道秦风大佬为什么完全不担心了。他有这个本事，区区的阴阳两界彼岸花算个屁啊！盗墓贼，你们觉得他是盗墓贼？我要为秦风大大平反！我怀疑他根本就是修仙的。秦风绝对不止盗墓贼这么简单，他一定是盗墓世家出身的，搞不好是世界级盗墓贼。见到阴阳两界彼岸花彻底凉凉，秦风这才收回神域之笔。他看了一眼直播间，发现一堆人在带节奏，现在连教授他们看自己的眼光都不对了。他连忙解释道：“各位，作为一个著名画家，我收藏一支漂亮的笔，这很符合常理和逻辑吧？另外，我专门澄清一下，我真的从来没有下过墓穴，刚刚发生的是纯属巧合。”秦风自信的点了点头，对于自己的说法非常满意，表情也充满了坦然，就像是我已经把秘密告诉你们了，还能要我怎么样？可是鬼才信啊！这尼玛是法术吧？刚刚阴阳两界彼岸花那么凶，现在都特么挂了。刚刚子弹都干不死的阴阳两界彼岸花现在死了，你以为我们是傻子啊？是傻子啊喂！江教授惊骇的看着秦风的放着神域之笔的兜，那用几十年的阅历和知识建立起来的坚实世界观轰然崩塌。前面的事再怎么说，也可以定性为阅历丰富，可到了这，那可就太难解释了。超能力、仙术、巴拉巴拉能量，一支笔把2000年不死的诡异植物吓死不说，直接变成了灰烬。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真就离谱到家了。千山鸟飞绝也没这个绝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没这个狗吧。由于是直播，各大媒体也在关注这件事，早就在直播间等待着新闻。叮叮叮，周围人们手机突然叮叮当当的响了起来，各种短信提示声、软件推送声全都响了起来。大家打开手机一开，所有的新闻软件都在推送同一件事：企鹅新闻，地下考古遇难，少年一支笔镇压千年凶兽。震惊！漫画家的笔竟然降服了粗长物体，千万人围观，事实到底为哪般？昨日头条：世界顶级教授地下遇难，年轻人拿出一支笔，万法不侵。新浪微博：前所未有，弟弟绝命之路，漫画家终于揭露盗墓贼身份，撕开伪装勇斗千年花妖。快点资讯，到底是神力还是魔法？一支笔吓住了古墓2000年不死的生物，为救考古队，男子揭露了自己的秘密。瞬时间，各种离谱的标题和叙事全都指向你方才的行为，一举动引天下惊。而无数的新闻带来的流量，最终汇聚到了考古直播间之内。我刚刚看见我儿子跪着看直播，就想看看多离谱。现在我跟我儿子一起跪着呢。神仙，这家伙绝逼是活神仙，我服了。难怪你们都说他是盗墓贼，他绝对是啊！我操，谁还有盗墓手札原著？我双倍不10倍价格收，我要买几本放回家避避邪。别想了，刚刚我去某宝和拼夕夕看了，全都断供，盗版的都卖光了。我现在正学着漫画里的手势做法呢，差不多今天晚上就可以通灵了。我以为就我一个人发现这个秘密了呢，原来你们也在学啊！江教授看向身旁的助理，回去之后帮我买几套秦风的漫画。看来我对很多东西的了解还是不够，需要恶补一
一下，你满脑的黑线，您这是把我的漫画当成教科资料还是百科全书了？江教授琢磨半天，把你拉到一边，悄声说道：“小秦啊，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身世，或者其他的特殊经历？你放心，我一定不会举报你。”秦风无奈的捂脸，这都哪跟哪啊？这个时候，始终一言不发的上官教授开口了，他目光严肃的看着你，思考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身为专家学者的我们都太自傲了，自傲的我们相信科学就是一切，以至于强行用科学去解释一切东西，以此来刻意的掩盖世界上很罕见却又真实存在的某些灵异现象。世界顶级的古生物学家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又吐出来，整个人瞬间豁然开朗。直播间里，古生物学家上官教授的话顿时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卧槽，秦风亮出了一支笔，惹得上官教授都开始怀疑人生了。卧槽，秦风亮出了一支笔，惹得上官教授都开始怀疑人生了。马德，这个我也得怀疑人生啊！又是一个我曾经迷信科学系列，哈哈哈！看着弹幕里充满了欢快的信息，秦风哭笑不得。上官教授您言重了，那里有什么超自然力量？不过是简单的生化制克的方法而已。秦风解释道，万物万象都有弱点，而我不过是取巧而已。我一共就知道对付打扑鬼虫和阴阳两界彼岸花这2种生物的方法，刚好全碰到了。现在的我才是彻彻底底的技穷了，后面的事情真的就指望大家了。更何况，与其讨论这个，倒不如思考一下怎么从这里出去啊！秦风的话立刻提醒了大家。是了，现在虽然把阴阳两界彼岸花的问题解决，可是大家依旧被困在这里啊！这个时候，士兵队长缓缓走来，脸色非常难看。他递给了江教授一个仪器，上面是总结出来的一些报告。江教授，我要告诉您一个不好的消息。刚刚我看了一下现在的情况，我们的后路被彻底的堵住了。那个门我试过，没法爆破，否则会引起剧烈的塌方，我们都会被埋在这里。而且我没有发现有路，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被彻底的困死在这里。士兵队长每播报一句，周围人的心都下沉一截，到最后浓浓的绝望传遍每一个人的脸。绝境，这就是绝境啊！土壤质量极差，挖掘设备必定引起塌陷。墓室结构特殊，震动幅度一旦超260毫米，墓室结构极大概率崩溃。地面救援团队检测到消息，大量巨石堵住后路，救援物资无法送达，医疗物资无法送达，营养物资无法送达，空气中氧气含量稀薄，不足以维持20小时，不足以维持20小时。江教授看着仪器的报告，每看一行字，脸色就难看3分。到了最后，江教授双手都颤抖起来，以至于惊骇过度的江教授身体一晃，差点晕过去。几个士兵急忙上前扶住江教授，看得周围人心头一紧，大家都盯着江教授，而后者的脸上写满了严峻与落魄，恐慌的情绪充满了大家的心头。绝望而烦躁的教授颤抖着手把仪器交给了士兵，然后在地下环境里直接解开了自己的呼吸器。他强烈的喘息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内心好过一点。几分钟后，捂着心脏的教授沉声朝大家说道：“在场的各位，我要说一些事情，希望大家有一些心理准备。救援团队已经出发，但是他们发现被石门封锁的不仅仅是我们身后这一个，在来此的通道里，几乎每几十米都落下来一个巨大的石门，哪怕救援队不眠不休的发掘，也需要足足1个星期的时间。至于爆破，完全没有使用的可能。刚刚我们已经用仪器勘察过，这个地方的结构很特殊，一旦爆破，大家一定会被活埋。这1个星期是最艰难的1个星期，而我们的物资只够坚持10几个小时，甚至10几个小时也不够了。后面的事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教授的话无疑宣判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死刑，难怪他看到报告如此糟糕。他的话经由直播向外传了出去，不少人心一沉，直播间的观众的一颗心也揪了起来。完了，这下可怎么办？物资本身不够，后路也被封死了，麻烦了。而且他们原定当天就回来，所以食物都带的很少啊，食物紧缺，武器匮乏，就连氧气也不够了。如果能活下去，要等待7天的时间，这怎么可能？马德看得我真紧张死了，这下怎么办才好啊？大家快想办法，这么下去他们肯定死定了。对啊，有没有大能站出来？我要给考古队祈福。江教授蹙着眉头让大家坐下，目前来看暂时没有致命的危险，大家先坐下来休息一下，保存体力。每个人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饮食，清点清楚自己的物资，不要遗漏或者浪费。另外，大家相互均分一下武器弹药，接下来要尽量省着点用了。地下墓葬是死者的宫殿，他们是不会给自己留出路的。尽管感情上让我找出口，可理智告诉我，墓葬有出口的几率非常渺茫。以我的推测，7天之后，我们恐怕早已经死了。所以在这最后的时间里，我希望大家能够乐观一点，畅所欲言。我们还有镜头，每个人可以对着镜头，通过直播间告诉自己的家人和爱人想说的话，让家人见自己最后一面，能够与各位不怕死的英雄共赴黄泉。我江白玉很自豪。最后，谢谢大家。教授是世界顶尖的学者，却不是世界顶尖的生存高手。这个时候能说到这里，已经是正常人能做的极限了。而直播间外，随着新闻的推送，更多的人都涌入了进来。如今墓穴下被困住的几十人，在全世界的围观下慢慢等死，死亡的阴影慢慢扩散，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每个人都已经被落下的石门宣布了死刑。最后的时间里，摄像头在每个人的脸上停留，让他们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就当是在这个世界最后的留念。我叫张威，这辈子干过雇佣兵，杀过卖国贼，一辈子风风火火的过来，死在这个地方，憋屈是有点憋屈，不过这辈子值了。俺叫林中海，俺不懂知识，不过能以英雄的身份死在这里，被全国人民记住，俺觉得这是一种荣幸，值了。老婆，亲爱的，你在看吗？很抱歉，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能陪你走下去，我也看不到自己的儿子出事，但你要告诉他，他的爸爸是真正的英雄。爹，孩儿不孝，让您白发人送黑发人了，下辈子再做您的娃，我给您磕头了。大家嘶哑着嗓子向家人和爱人道别，不少人说着说着哽咽起来，眼眶已经湿热，场上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直播间里，无数人被眼前的这一幕感动的落泪。哎，你们要不再找找，说不定还有出路呢。你们不看报告的吗？教授都探查周围个遍了，门不打开，出不去的。马德，上了年纪真的不能看这种东西，我的眼睛湿润了。大风起，西云飞扬，安德猛士西走四方，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用钻机，用炸弹，难道不能救他们吗？楼上的江教授说了，这座墓的结构很特殊，一旦有大型震动，也许会引起其他机关，到时候连等死都没机会了。天哪，我从一开播就开始看，跟了那么久的时间，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这个结局。你们在骗我对不对？一定在骗我。导演快滚出来，我不要这
这个剧本啊，直播间里悲观的情绪一直在渲染着。而这个时候，终于有人想起了秦风。对了，秦风大佬，为啥不让秦风大佬说两句？他会不会还有办法？秦风大佬肯定有办法，毕竟他都能干掉阴阳两界彼岸花了，这种绝境绝对不止遇到过一次。秦风大佬，你说句话吧，再不暴露大家都死了。难道你宁死也不愿意暴露？如果将来你被稽查局抓了，我们一定会请愿为你减刑的，不要再隐藏了大佬。又是一批秦风的弹幕，而摄像助理见状，也很配合的把镜头挪到了秦风那里。而此刻秦风的目光一直看向瓮城的城墙之上，并且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因为他刚刚再次获得了技能。正巧这个时候，秦风脸上的笑容被直播间捕捉得一清二楚。全世界几千万观众，在周围观众们低落的情绪中，秦风的声音继续在直播间缓缓响起。直播间的各位水友朋友们，我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目前的情况。现在我们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而且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好，因为后路没有了，大家只能固守在小圈里，慢慢等死。不过看过我漫画的各位应该都知道，越是这种情况，越应该振奋起来，寻找机会。与其坐在这里一点点等死，倒是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否则干坐着什么都不干才是最危险的。一点点等死，倒是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否则干坐着什么都不干才是最危险的。更何况，我个人觉得墓穴之中十有八九还有其他的出路，我们不用太过着急。我们其实还有地方没有探，等这波箭雨过去，我去瓮城之上看看，那里说不好有出口或者是入口。毕竟没有一个墓是在半路就结束的，要么到终点，要么就没有。秦风的话声音不算大，在周围不少人都能听到。那些失去了希望的士兵和考古学家忍不住抬起头，好奇地看着你。听到了你的话，江教授立刻想到了什么，他有些感激和赞叹地看了你一眼，然后立刻站起身，对大家道：“各位，小秦说的一点没错，是我愚昧了，大家不要灰心，还有时间。在墓穴里面失去理智和希望才是最可怕的。怪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与其坐而待毙，倒不如继续寻找出路。”秦风有那么丰富的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没错。江教授的话让大家在思考片刻之后，立刻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卧槽，对啊，秦风有那么丰富的经验，对地下墓穴的知识了解那么深，可是现在秦风丝毫没有紧张的感觉，甚至说起话来依旧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显而易见，在秦风看来，这个地方算不上绝路，但这都不算绝路，啥才叫绝路？这难道真的是一个漫画家拿出来的态度？为什么明明有死无生的墓穴，在他看来就像过年回家了一样？什么情况？直播间里大家的讨论炸开了锅。马德，我刚刚是不是白难受了？看这颜子，似乎秦风大佬留有余力啊！狗日的秦风，我祝你满身红毛，还我的感动，还我的眼泪啊！狗日的秦风，我祝你满身红毛，还我的感动，还我的眼泪。作为一个画漫画的，秦风的内心强大到这个地步，这特么合理吗？这不合理。楼上的还在执迷不悟呢。显而易见了，秦风除了盗墓贼实锤以外，还是盗墓贼中的超级高手啊！这得见过多大的场面，才能练出来生死绝境前而面不改色的意志？这哪里是盗墓贼，我愿称之为盗墓家！哈哈哈，盗墓家可还行，你咋不说盗墓宗师呢？我怀疑以秦风大佬的经验，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墓穴还有生路，只是他害怕自己暴露了盗墓贼身份，所以才这样暗戳戳的引导大家。说正经的，这个考古队如果没有秦风，我真觉得大家没希望了。可是现在秦风大佬在这些人里面，我总感觉事情还能有转机。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就像是僵尸片里的林正英一样，只要是在墓穴里一看到秦风，就感觉这件事稳了。随着直播间里大家的讨论，原本紧张的情绪也慢慢驱散了一些，大家从讨论这群人怎么活下去，变成了怎么逃出去。江教授站了起来，继续看向周围。其实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如果大家真的活不下去，我就把这四周炸了，看看还有没有秘密入口啥的，反而忘记瓮城困人，但不代表就是绝境。更何况小秦也说了，咱们这次未必就会死。这一次让秦风小兄弟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吧。也许在秦风小兄弟的带领之下，我们还能活下去。不知不觉中，秦风在队伍里的作用从边缘人物已经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江教授朝你努了努嘴，示意你说点什么。见状你只好道，我不确定这箭雨还要射到什么时候，不过我感觉我可以找到机关，并且关掉箭雨。等上了瓮城，说不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收获。一时之间，众人纷纷的振奋起来。然而20分钟后，箭雨的数量依旧没有减少，而大家明显着急了很多，许多人的心态甚至在不知不觉中都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就在这时，却见你咳嗽一声，接着在箭矢飞过来的瞬间，身体擦着箭矢往瓮城所在的方向走着。这看似轻松的一步，直接把所有人都看懵了。小秦，你干啥？小心！江教授下意识地喊道。他看到一根箭雨朝着秦风的眉心射去，虽然此刻箭雨下降的数量和速度比之前要慢上一些，但是依旧达到了谁上去谁死的地步。可你这回竟然迎面的朝瓮城的方向走去，还有一点闲庭漫步的样子。江教授话音刚落，下一刻就见你脚步一侧，那必杀的箭矢从你的发丝擦边而过。这一刻，直播间观众看到这一幕，都恨不得站起来躲避一下。这画面简直太惊恐了，这也太危险了吧！然而就这种箭雨的程度，你像是提前感知到箭雨下落的位置一样，看似必杀的局面，竟然在众人目瞪口呆中，活生生的给完美解决了。整个过程中，箭雨竟然连你的衣角都没有碰到过，这就很不合理。众人再度朝着你投向了惊骇的目光。杨教授，你觉得小秦到底是什么来头？他对于古墓的了解，世界顶尖的江教授还要厉害。他对古墓的危机，竟然也能闲庭漫步，更何况他还那么年轻，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上官教授一脸的震惊，这小子肯定是那什么出身啊！现在我都怀疑他是干那个的世家，刚刚拿出来的那支笔，十有八九也是家族传下来的至宝啊！现在我都怀疑他是干那个的世家，刚刚拿出来的那支笔，十有八九也是家族传下来的至宝。杨教授小声的道：“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老姜再怎么学习也只是学者，而小秦估计是一线的实践家啊！他们的确刻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可关键是直播收音的助理就站在他们一旁，这二人的对话一字不差，全都暴露在了直播间里。下一刻，直播间顿时哈哈大笑，不少人被两个人逗得忍俊不禁，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感情不只是我们这么认为，连教授私底下也这么说。一线实践派，人家不愧是教授，比我们嘴里的盗墓贼听起来高端多了。现在整个全世界，只有秦风大佬认为自己不是盗墓贼，哈哈胡说！明明是秦风自己也相信，他是在刻意掩饰自己啊！你看刚刚演技多么的拙劣，明明看出来机关了，还刻意说什么心理作用。哎，秦风大佬为了帮助一同下墓的人，真的是
是操碎了心啊！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感觉，如果这次下墓的话，就秦风大佬一个人的话，估计现在这个帝王墓都被秦风大佬给搬空了。哈哈哈！楼上的真相了。这个时候，秦风已经到达瓮城的一角，他回头看了一眼上官教授和杨教授，还有其他人。看到其他人表情，秦风顿时无语。我估摸着机关就在瓮城的城墙上，所以我先上去看看。说着，秦风丢出一截绳子，当绳子拴上城墙上一个承重物后，秦风往墙壁猛地一蹬，接着整个人快速的朝瓮城之上而去。那画面比电视剧里面行走在黑夜里的独行侠还要炫酷。负责拍摄的人赶忙将摄像头放大，并且给秦风的脸颊一个特写。刚爬上瓮城，秦风便直接跑到了瓮城最边缘的一个角落，连尝试也没有尝试，直接用力一按，咔啦，那墙壁的角落一个暗砖就这么简单的被按中。下一刻，地面响起了哗啦啦的声音，周围仿佛有无数的锁链和机关开始卡卡卡发出减速和闭合的声音，轰隆隆，伴随着大地的抖动和剑雨不断的减弱声。在瓮城之上的一处凉亭下方的城墙位置，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门，那个门之前被按到的颜色被隐藏，若不是关闭瓮城机关，根本不会想到那儿会有一个大门。这个瓮城的大门乍一眼看过去跟墙壁的颜色一模一样，就连门头上还放着一个诡异的人偶，人偶的比例和对称也和其他地方一模一样，而且大门的厚度最少有10多米厚，哪怕人正常去敲也不会知道那是一个大门。大门内一阵阴风吹来，吹得所有人都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哆嗦。而此刻直播间观众们已经开始各种震惊，卧槽卧槽卧槽，刚刚哪个大佬说秦风大佬一看就是来过无数次的样子，果然又说对了。妈呀，看秦风大佬闲庭漫步的样子，肯定老早就开始知道这里机关的布置。卧槽，刚刚我没看错吧？这下还能说什么？刚刚秦风大佬忽然走出剑雨的时候，我就感觉味道不对，这绝对不是第一次来墓穴里面走出来的动作。秦风大佬，你暴露了！哎，这拙劣的演技可笑死我了！秦风大大可逗死我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搞笑？我看的都替你着急，笑不活了。秦风大佬堂堂盗墓至尊，为了保护一群考古菜鸟，实在是操碎了心啊！之前有人说要不是没有其他人，秦风大佬一个人早就过关了。一开始我还不信，现在我特么五体投地。预言家啊，那位要不是带着几10个累赘，我估计秦风大佬这时候已经打完收工了。周围人看向秦风的目光变得怪异起来。您有这实力，之前为什么不暴露出来？感情从头到尾，您老下墓是为了陪太子爷读书啊？一开始小秦对直播间说，来这里就当旅游，我还觉得秦风你有点不把这个当回事。上官教授揶揄道，现在看来是我格局小了。大家的表情可太精彩了，有震惊，有无语，有憋笑，有的更是直接大笑了出来。破案了，难怪你从头到尾一脸轻松，难怪在你身上感受不到一丝危机感。感情大家网上说的不是梗，都是真的，至于吗？为了隐藏自己的盗墓者身份，还专门一步步暗示，就凭你的这门技术，就算是暴露了，也不可能进监狱啊！不少人心里这样想着，不过都没好说出来。江教授也以手扶额，小秦啊，现在大家的环境挺危险的，虽然对你来说不是特别危险，不过就算是为了大家的安危，你就拿出一点真本领吧。就算到时候你到时候进去了，也算是为国争光，我会找上面替你说情的。江教授的话让秦风尴尬无比，这尼玛哪跟哪啊？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买了一本五行八卦的书，然后本身对这个又比较感兴趣，所以研究了一阵，今天来到了这个墓穴里，本能的就感觉有些熟悉，按照那本书的位置就推算了一下，结果我惊讶的发现八卦中的乾卦、兑卦、离卦、震卦、巽卦、坎卦、艮卦、坤卦都能在地宫中找到对应的点。这个地宫和八卦惊人的符合。秦风解释道，而八卦之中生门在北，因此我就在北面摸索起来，按照四正位、阳先举阴后交的方法，才找到了躲避剑雨的办法，跟我是不是盗墓贼没有关系的。秦风平静的话让周围人大吃了一惊，想不到秦风小年纪竟然对五行八卦这么了解。五行八卦这种东西嘴上说说简单，但是想要实践，哪怕是经营此道几10年的老卦师，也是双眼一抹黑。而秦风不仅懂，甚至还能实践出来，这就非常了得了。你说的似乎是不对吧？八卦我也了解一些的。就在这个时候，思索半天的江教授拿出了一本卦象书，开口道：刚刚箭雨射出来的时候，我也悄悄推演了一下卦象，发现这些箭雨确实是按照八卦的方式射出来的，但是按照八卦的理论，生门在南才对，你为什么说向北？江教授的话顿时引起了周围人的一阵惊呼。直播间里，秦风和江教授的对话更是引动了大家的激烈讨论。卧槽，江教授真的牛逼，难怪是世界顶尖的考古学家，在知识量这方面没得说。信手拈来，秦风大佬也不简单啊，能说出来四正位、阳先举、阴后交，甚至还能引用出来的，也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啊。楼上的还做秦风大佬的舔狗呢，这不摆明了秦风大佬为了掩饰自己的盗墓贼身份才扯出八卦，结果被江教授用真本事拆穿了吗？楼上的最起码秦风大佬同样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地宫符合五行八卦的布局，这个是江教授可没有事先透露啊。江教授是世界顶尖没差，秦风大佬也不简单，绝对懂行。没错，我现在有点期待接下来两个国学高手怎么对话了。别吵了，我们家是风水世家，刚刚把两个人的对话给我爷爷看了，我爷爷说他们两个人的水平都很高，比我爷爷高出很多来。地宫之中，大家把目光转到了你的身上，期待你接下来会是怎么说。而你听到了江教授的话一愣，而后一拍手，恍然大悟。江教授，你用来推算地宫的八卦，不会是后天八卦吧？这突然一问，反而把江教授问的一愣。后天八卦你怎么知道的？难怪你推算出来生门在南，因为你是以后天八卦推演的。如果你是用先天八卦推演一下，就可以和我得出一样的结果了。传说中，伏羲感应到了天地造化，以周天星象和山川地势为宜，推演出了先天64卦，而后简化成了八卦，被后人称为先天八卦。而后世之中，尤其是夏朝时期，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没了大片土地，引起了环境改变，山川移位，先天八卦与地势对应不上，因
此后世周文王在先天八卦的基础上开创出了后天八卦，而大地虽然改变，星象却没有改变，因此先天八卦算天，后天八卦补地，也就是由此而来。古时候历代帝王都以天子自居，陵墓布局自然要选择代表天的先天八卦，而不是代表大地的后天八卦。不过无论是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都是风水之中极为高深的东西。江教授，您能达到这个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知道，当初我为了画漫画而学习先天和后天八卦，着实是费了不少头发，发际线都往后走了2厘米呢。秦风点了点头，对江教授赞赏的道。江教授听到了秦风的话，又一次陷入长长的怀疑人生之中。这尼玛就特么的尴尬。江教授忍不住摸了摸稀疏的几根发丝，有一种想骂人，但是又碍于情面不好意思骂的感觉。他从小就是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自己也是天赋极好的那种，再加上学习极为刻苦，尤其是江教授对卦象这个也感兴趣。就这样，经营了几十年的江教授，对这一门道的领悟还远远赶不上秦风，何止是赶不上，差了太多了。江教授叹了口气，人和人的差距也太大了。周围人的表情则是一脸的惊骇，不少人张大了嘴，下巴都快掉到地上，惊骇地看着秦风。他一直这么掉的吗？难怪夏目的时候如此风轻云淡，这就是传说中的艺高人胆大吗？这个人一开始是以漫画家的身份来的吧？现在画个盗墓类型的漫画，需要这么硬核的吗？直播间里亲眼看到秦风一番话，把江教授说的哑口无言，弹幕里再度炸开了锅。好家伙，我特么直呼好家伙，秦风大佬这是兴趣。马德为了画个漫画了解了一下卦象，结果一下子搞懂了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水平比江教授还要高，不服不行，特么的有这个水平我画漫画，我早就是大师了好吗？楼上的秦风大佬主业也不是画漫画，你忘了秦风大佬干啥的吗？盗墓大师啊！求求各位了，谁那里还有秦风大佬的书啊？小女子愿意花大代价求这么一本正版漫画书，有秦风大佬本人签名的更好。各位大神啊，有没有人知道秦风大佬的地址？实不相瞒，我也是一线实践家，我想要找秦风大大拜师。喂，警察叔叔吗？我要报警了！直播间里飘过了一层层的弹幕，江教授沉思了好久，然后又比对着卦象书看了好一会，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我明白了，果然是先天八卦，原来是这样。众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继续向前。因为之前秦风的表现，江教授和其他教授很自然的让秦风站在他们身边，一起往里面走去。这座瓮城之下的大门没有太多考古的价值，但是大门之内的密道让人眼前一亮。这是一条长且黝黑的长廊，长廊四面都布满了壁画，